宝我们大师第4集已经更新，小智一行人来到雪山观看1年1度的鲤鱼王攀瀑。小智这次带着水獭，小霞本就喜欢水系精灵，对于可爱的水獭更是没有抵抗力，抱起来就一阵乱摸。但是到达目的地后，自然惊奇地发现瀑布结冰了，看来今年要看鲤鱼王攀瀑的场景是很难了。水獭有点不甘心，使用贝壳刀想破开冰层，可是这冰层实在有些厚实，虽然皮绳使用铁尾也丝毫不见一丝效果，令人有些失望。正在3人停留的时候，一只动物熊在不远处吐着冷气，充满敌意地关注着他们。小智这边很快出了意外，水獭在挥刀时没有注意脚下，一个打滑，手中扇贝贝飞了出去。作为身体一部分，水獭必须要把它找回来。之前 BW 就有类似的剧情，好巧不巧，扇贝贝正好落在动物熊手里，动物熊没有私藏，走出来把扇贝贝还给了水獭，但是巨大的体型还让水獭害怕不已。好在皮神礼貌地上前沟通表示感谢，小智也完全不怕生，跟上来表示谢意。动物熊一激动，嘴里喷出大量冷气，小智等人顿觉十分寒冷。动物熊觉得自己又搞砸了，心头一沉，往树林里跑去。小智注意到了动物熊的情绪变化，但是脚被冻住了，现在融化冰块。于是小智派出了火焰社区特性的烈焰烟，烈焰烟飞了一圈，周围的冰都化了。不愧是孵蛋担当。恢复行动力后的小智决定去找动物熊。烈焰烟先带皮神和水獭从空中寻找，接着小智拿着赤焰咆哮虎和卡比兽清除拦路的冰块。小和小刚也拉住宝石海星和弗列托斯开路，烈金那边并不顺利，飞了一段被动物熊察觉，动物熊一发吐息，便把烈金的宝梦冻成冰块。好在小智等人及时赶到，咆哮虎使用大字爆炎帮助烈金和其他被殃及野生宝梦解冻。小刚见识到动物熊强大能力，推测出瀑布结冰应该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小刚和小智很快就得出结论，这是动物熊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，一旦他受到惊吓或者紧张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巨大威力的冷气。那么接下来主人就要帮助他解决这个毛病。小智首先夸奖动物熊，说这个冷气威力就是球雷姆也会害怕。这我就要说一句了，你夸归夸，拉下球雷姆干什么？不过计划是让动物熊稳住了。动物熊同意和小智一起做控制力量特训，一开始并不顺利，还把小智给冻住了，好在有火系宝梦帮忙。动物熊有些沮丧，想让他不要灰心，继续训练。这一次水獭让动物熊看着自己扇贝贝的样子练习，眼前有参照物确实容易一些，但是动物熊还是不太熟练，最终还是失败了，并且这次失败直接把烈金鹰和咆哮虎也给冻住了。动物熊很崩溃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不过和其他人流眼泪不一样，动物熊流眼泪的时候会喷出大片大片的冷气，结果直接把周围的地面都给冻上了，地面甚至直接塌陷。小智和动物熊掉到深不可见地下，动物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冷静下来。可是小智受伤了，动物熊决定背着小智，皮神和水獭则顺着墙壁爬回地面。行走一段路后，动物熊意外打滑，眼看着众人又要跌落谷底，动物熊情急之下喷出了成型冰块，并作为落脚点踩了上去。危急之中，动物熊意外掌握了对冰之力的控制，因此冰块很结实。有了成功经验，动物熊再接再厉，不断在墙壁上吐出巨大冰块，以此做一个支点，最终安全回到地面。小智赞扬动物熊是用冰块制作一个扇贝贝，对于现在动物熊实在轻松。周围的野生宝梦看到动物熊能够控制自己了，也都围了上来，纷纷要求动物熊给自己做一个冰的扇贝贝。最后本集就在众人观看鲤鱼王攀瀑下结束了。这集怎么说呢？就是帮助有问题的野生宝梦，这点在每部的剧情里都有出现过。我对此评价一般般吧。